婆婆一到年跟前就开始表演，我被气得查出来乳腺纤维瘤，一气之下想跟老公离婚。新来的同事知道后提点了我一句，你都不想过了，还为难自己干石磨，干就完了，干赢了当家，干输了换一家。对啊，我在网上搜集了几天资料，悉心学习，准备今年回家大干一场。儿子，马上要过年了，你们想吃点什么妈去买。一大早婆婆就把电话打了过来，就是我也不会挑，怕买的不合家的意。我冷笑，每年都来这一套也不显眼的累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老公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捂着电话去了书房。没事，您看着买就行，我们不挑。结婚第1年，婆婆这么说，我还受宠若惊，就说我们回去了自己买。买好后，婆婆愧疚地说她不会烧，怕把菜做坏了。我买的都是很普通的牛羊肉、大虾、排骨这些，刚结婚脸皮薄也不好意思说，只能自己做，这倒也没石磨。可当我把最后一个菜上桌的时候，桌上一片狼藉，婆婆还跑来扮好人，他们男人要喝酒，咱们在厨房一吃就行了。我憋屈地吃完饭。第2年我吸取了教训，说随便买点都行。婆婆这回听了，买的全是我不能吃的。当时我还怀着孕，气得眼泪直掉，最后还是老公去买了我爱吃的菜回来，才勉强过了个年。去年我直接带着一堆零食回去，想着大不了我吃零食总行吧。事实上我还是低估了婆婆，她趁着我带孩子睡觉的功夫把零食全拿去送了人，理由是她以为买回来给他们老2口的，但是自己又不吃，就拿出去给了别人。老公跟他妈沟通了很多回，根本一点作用不起，多说2句还要被婆婆道德绑架，说养他这么大吃了多少苦，一结婚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要不他去死。老公只能妥协。今年我们商量好不回去过年，可刚才婆婆就在家族群里炫耀，她2大爷，你们这么早就买年货了，我还没买呢。我儿子媳妇说了他们买，我怕我买的他们不爱吃。现在年轻人嘴都挑得很，我这做了大半辈子饭真是做够了。幸亏我儿媳妇又聪明又能干，她进我们家呀，我就等着享福了。我呀，就在家帮他们打扫一下卫生，迎接儿子媳妇回家。群里一片和谐，夸她是个好婆婆。老公出来一脸讨好，明年我提前给我妈说不回去，今年咱们将就下，我保证会给你帮忙。我气得胸口一阵阵刺痛。婆婆每年都会先夸我一读，说好年夜饭一起做，没几分钟他们全跑了。我喊别人不好意思，喊老公来，结果婆婆说他们男人哪会干这个啊，这洗衣做饭都是咱们女人的活。来，你先洗菜啊。洗完菜她又催着我切，切完到炒的时候她就借着指点之名让我干这干那，一天下来活全是我干。婆婆还说她累得不行。从医院出来，我看着手中的检查单子一片茫然，乳腺纤维瘤3类，幸好医生说不严重。回到公司，我依旧心情低落，简直都想跟我老公离婚算了。同事看我愁眉苦脸，安慰道，没事，不是啥大问题，保持愉快心情就好。我点点头，依旧无精打采。今天下午要发年终奖了，听说能拿3个月的工资呢，高不高兴？同事满脸兴奋，我扯出一个笑，却也没高兴几分钟。同样都是结婚，
人家怎么就跟我这么不一样呢？没忍住，我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对方听完后不以为然，嗨，多大的事，又不是亲妈干就完了，你都不想过了，还为难自己干石磨。当媳妇的一定不要太在意在婆家名声，你再小心翼翼都得不到一句好话，别什么气都受，也千万别觉得你老公夹在中间难堪就忍着。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他都不能护着你，你不能自己还去欺负自己，那就太可怜了。对啊，我瞬间醍醐灌顶，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同事纷纷过来传授经验。我拿着笔记本逐条记录，回家后都不忘在某抖某书找案例学习，越看越觉得自己强得可怕，连老公都好奇我这几天跟打了鸡血一样。他不知道，我在心里已经跟婆婆实战了几百场，赢妈了。很快到了过年前一天，我愧疚地跟婆婆打电话，说今年领导安排我过年值班，不能回去买菜了。婆婆，那怎么办？我都已经给文文他们说了，今年一起回来过年。文文是她女儿。哦，那正好，今年让他们先帮着买年货吧，到时候我把钱转给她。说完我莫再管婆婆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大年30这天，我上了半天班才慢悠悠开车过去，刚好赶上吃饭。婆婆脸拉得多长。吃完饭，婆婆说：哎呦，我这个老腰啊，今天做一天饭累的都直不起来了。佳佳今天就你收拾吧。妈，我这抱孩子呢，老公你去洗吧。我头也没抬，对着旁边的李伯吩咐道。还莫等他站起身，婆婆立即阻拦道：男人怎么能进厨房呢？人家饭店里的大厨不都是男的？我来洗，我来洗。老公一看我们俩要吵起来，赶紧进了厨房。之前婆婆也是这样，一看我老公干点什么就不高兴。我想着就过年那几天，不能让大家不高兴，就忍了。后果就是气出来乳腺纤维瘤。现在要不高兴，大家都一块不高兴吧。晚上，我正为首战告捷高兴，搂着女儿睡得香甜，谁知半夜一个人影悄悄来到屋内，我吓得猛然坐起，刚要喊嘘，佳佳是我。婆婆摸到我床边小声说道：起床了，今天要包饺子。我迷迷糊糊看了眼窗户，黢黑，再一看手机，凌晨4点半。妈，大半夜的包什么饺子？我压低声音，怕把女儿吵醒，就是要早点起来现包的才好吃，咱们娘俩一会就包完了。你赶紧起，别把李伯吵醒了。我一脚就把老公踢了起来。妈说要包饺子，赶紧起。他睡得两眼迷茫，揉了揉眼睛。我不是才刚睡住吗？谁不是呢？婆婆在一旁黑着脸，就这么点咱们一会就包完了，叫她干石磨，她又不会，不会就站那看，我不就是您手把手教出来的吗？我凉凉说道。我就说昨天吃完饭怎么不包饺子了，何住在这等我呢？既然如此，那谁也别闲着。我把屋里除了我女儿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活物都叫了起来，连猫都被我强行从窝里薅出来关到厨房。你们疯了，大半夜包什么饺子？这是公公。嫂子，妈不是说她包了吗？小姑子打着哈欠。那你们就得问婆婆了，她刚才喊我起来包饺子，我想着包饺子这事吧，得全家一起才有意义，新的一年要团团圆圆，所以就把你们都叫起来。第一年婆婆一样样教我吊饺子馅、擀皮、包饺子，煮出来婆婆说比她吊的好吃，以后包饺子就交给我了。我还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聪明，结果学得越多就做得越多，后来活就全变成我的了。我憋屈得很，但又的确不是什么大事，连一向对我不错的老公都是让我忍忍。就这么几天，这次看着众人那不愉快的脸，
我这口气瞬间就通了。别说，人多就是快。之前我一个人包得2-3个小时，现在人多，不到1个小时就搞定。吃完饺子天还没亮呢。新年的第一天，我收获了一个好心情，看老公都顺眼不少。等女儿醒来后，我们一起换上新衣服，准备去外面走走。婆婆看我们都穿新衣，又开始问：你这衣服多钱啊？我笑着反问道：妈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要给我们报销啊？我哪有钱？她连连摆手后退，又忍不住埋怨：小孩长得快，买了新衣服也穿不了多久，有那个钱不如攒着。妈，您不知道小孩子新年要穿新衣服吗？这可是老传统了。婆婆被我说的一愣，我还不是为你们好，不领情就算了。刚开始我也觉得她在为我们着想，后来才发现她只是为了找个理由说我而已。我穿新的，她觉得我乱花钱；我穿旧的，她嫌我穿出去丢人。反正怎么都有她说的。婆婆憋着一口气，这下对谁都没了好脸色。老公劝我，妈就是问问，大过年的你别惹她不高兴，不是她先来招惹我的吗？年年都来这一出，有意思吗？我故意提高声音，保证婆婆能听到。小声点，我给你发个大红包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一茬不要提了。老公拉着我低声说道。看在红包的面子上，我没有再继续。相安无事的日子过了2天，婆婆又开始算计上了。大年初3，一大堆亲戚来了婆婆家，婆婆对着大家把我一顿夸。我们家啊，可会做饭了，说了要给大家露一手呢。我这几天腰疼得厉害，今天就全靠你了。我点点头，小本子上记过这个案例，我学过。亲戚们纷纷夸赞我能干，又夸婆婆好福气。我是挺能干的，她有没有福气就另说了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